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雪，欢迎大家观看这一次的《神迹之山》的第1集，耶！这一次呢，蝶它更新的东西还是挺不错的，没有错，很不错。然后这一次呢，我就不仿搭了，因为我觉得呢，我没有什么衣服可以仿搭的出来。这次呢，蝶上新了一个版本，就是的，哎呀，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换装那边呢，有很多视频呢都很不错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呢，它在哪个角落？我想在左边，它在右边，可是它那个发型又挺适合我们先来做一个比喻吧，不是，是一个例如呢，我要放这个蝴蝶，怎么弄来着？对，就是这个。欢迎来到世界视频支持之订阅啦！上第一个界面里，这界面里该不会是这些套装吧？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来试试吧。选择视频，每个视频有5个自定义槽位，满足你的各种奇思妙想。我们贴心的为你准备了几个备选方案，一键 get 视频多样变化。点击细节编辑可以进行更加精细的自定义操作，这里可以分别控制视频的大小、位置、旋转。右侧是分组栏，开启分组的视频还可以操控每组的显影，点击试试吧。觉得拉条太麻烦，不如试试更加便携的灵动模式。点击或者长按此处可调节视频大小。活动轮盘可以当前屏幕画面为移动平面，调节视频的位置。往任意方向拨动灵动球，可控制视频随手式方向旋转。如果你想要更加直观的看到编辑效果，可以直接专注模式隐藏其他穿搭的视频。点击此处回到常规编辑模式。点击此处可切回主面板，接下来就期待你的灵感发挥啦。这样挺不错的。那么我现在主要就是把这个蝴蝶结给缩小。我好像看到了什么？我好像看到我一直以来的愿望，这个蝴蝶结应该说是一个雷点吧，每次要打都打不成。这也太大了吧！它原本是什么样子了？完了，我已经忘记它原本的样子是怎样了。它原本的样子，完了，我真的忘记它原本的样子。你原来的样子是这样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往后变小。那我主要还是放在前面吧，放在前面就是这里，选择第一个。我首先第一步最重要始终还是它的大小，因为太大了太丑了。好像挺不错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向后，还有向左向下。哇，好玩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也是挺不错的吧。好像水母，不错。建模组辛苦了。爱的魔力转圈圈，不错，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玩一下。之后呢，我可能会搞一集吧，这一次我真的会去搞。虽然呢，现在我影片基本上是很困难的，因为呢地方可以录啊。我今天能够录应该是算是100年奇迹吧，没有每一次呢每一间房间都有人。好像忘记我接下来要讲什么了。讲完视频自定义完过后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次的双飞凡格。我基本上我是我的朋友一发过来我就讲发生什么事闪号，不是吧？我的钻石520又到了，结果仔细看看原来是非凡了，太不错的，太好看了。很不错的，我基本上有被惊艳到。最近蝶它的设计在线。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双飞凡格的套装吧。首先是这个青衣的诺武套，相信大家也有看过它的动作展示吧？它动作展示是一种舞，它叫诺武。那这个套装呢，我真的还挺喜欢的。好久没有出现云端风的套装的感觉。虽然新年才刚过不久而已，刚过不久吧，我觉得挺久了。
离题了，回来。这个套装呢，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呢，我感觉有点阴森的感觉。然后呢，再仔细想，清明要到了，清明节要到了，合情合理。可是呢，过后我就上网找一下，因为呢，看弹幕还有大佬说呢，这是诺武。然后呢，看到这句话呢，肯定是我当然是要去查一下这是什么东西。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诺武竞争鬼戏是汉族最古老的一种精神跳鬼，学问毕业，表示安静的女神舞蹈。在传统的华夏文明中，诺是历史久远并广泛流行于汉民族中的具有强烈宗教和艺术色彩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起源于汉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诺武是奈诺的主要表演形式，素有中国舞蹈的化石之称。诺武伴奏乐器简单，一般为鼓、锣的打击乐。2006年5月20日，诺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1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概就是这样子，大家知道诺武是怎样的吗？看碟的那个动作展示，大概都知道了吧？就是那种拿着面具跳舞，对，没有错。诺武呢，好像已经存在很久了，它久到应该有经历了好几个朝代。我看网上是这么说的，而且诺武呢也有传到其他的国家，我也是不是很清楚的，我是现找现学。由于套装的话还有很长，我们就直接跳到活动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吧。我感觉我好像挺不废话的，按哪个？那么踏雪启程，当谷中余韵正落天上睡囚，泥树金身裂开第一道细缝，糖香袅袅从烟中伸出1000双眼睛，直直望向从缝中展出的那一双利爪，可那只是一叶新生的嫩芽，在接触到空气的瞬间柔柔颤动，捧出一抹铠蓝目光，眸过烈焰，像是雪山之巅的湖水，倒映出众生迷障，真正的心声却埋没在模糊喧扰的祈求声中，无人应答。我会帮你们的，可即使没有我，你们原本就是雪山的，不要在我不想独自，太冷了，让我离开。于是1000双眼睛齐齐落泪，泪水滴落湖面，刹那冰封万里，冰冻从皮毛迅速蔓延到四肢百骸，心脏却在将要停止的瞬间强有力的一声跳动。就在这温暖的鼓动中，又有2道沉稳的心音缓缓汇入，安抚着迷茫孤寂的灵魂。星星，别怕，我和小雪都在。这是什么状况？1000双眼睛，那不是有点密集恐惧症了？说真的，我有点看不懂，感觉好像是讲庙里面的事情，又好像不是。可是最后那一句是谁说的呢？是暖暖还是大喵啊？既然提到了我们，那么接下来开启初日雪域雪豹的世界啦。叶宵会出现吗？还是这只是情谊的故事剧情里面呢？天光初亮，酥油般柔滑浓稠的暗蓝色剑刺被涂抹在天穹之上，一线明亮的金边渡过雪山之巅，雾霭渐退，横贯山体的冰壁折射出冷然幽光，好美啊！不愧是云端雪域的圣山跟朱家埠。能够看到雪山日出的美景，本来今天就算不吃五花肉也值了。大喵，你怎么都看哭了？本喵可是连着1个月在梦中变成雪山神庙里被供奉的雪豹山神，看到圣洁的雪山，当然就像回家一样亲切。1个月前，大喵忽然开始重复做有关雪山、神庙和山神的梦。在梦中，大喵变成了一只雪豹，被当地人虔诚供奉。然而，梦中的情绪复杂无比，好几次都是泪流满面后被暖暖和小雪叫醒。众人经过调查，发现云端的刚珠家埠区域有着信奉雪豹山神的传统，正与大喵的梦境对应。
钢珠家部流传着很多关于雪豹山神的传说，被认为是神明统御之山。大喵的梦境很可能就和这里有关。本喵可以确定，就是这座山，这里一定藏着关于本喵梦境的秘密。说起来，梦里那座神庙的香火特别旺，供奉本庙的人超级多。这么多派头的神庙，一定会有吃不完的五花肉吧？嘿嘿嘿，如果他们用无限量供奉的五花肉来挽留本庙的话，那也不是不能考虑兼职做他们的山神。大喵，在甘珠家部的传说中，雪豹山神早已超脱世俗，只以纯净的雪水为食，是不会吃五花肉的。没有五花肉，只能喝冷冰冰的雪水。暖暖，小雪，我们还是回去吧。不行哦，大喵，我们是为了调查你梦境的秘密，才特意来到雪域的呀。来都来了，怎么可以不回你梦中的老家看看呢？暖暖与小雪一人捉住大喵的一只手，三人迎着越发灿烂的日光，走向雪山深处。穿过垭口，便能望见村庄的轮廓，起伏着山脊，怀抱着异域风美的草甸，石砌的屋舍错落有致，这约以雪峰折射的金光在晨露中交织。一座堂皇精致的小小神庙矗立在峭壁飞崖之上，高悬于村落上空，五彩的经幡在涂笑的山壁上猎猎翻卷。那就是本庙梦中的神庙。众人横穿草甸，向神庙所在的土坡攀援而上。就在快进入山道时，两柄猎刀肃然斩下，生硬地拦住去路。停步，异乡人，这里不是你们可以踏足的领地。大喵，又是跟大喵有关系啊！之前大喵当一个黑小帅，然后在之前呢，大喵还搞了一次当神灯的经验。看来大喵有当神的天赋啊！那么接下来今宵重逢，跟大喵的梦里面的有关系吧？该不会是那个雪豹山神吧？两名全副武装的守卫神社树木，猎刀在晨风中闪烁着寒光，将众人的前路封挡得严严实实。抱歉，我们并没有恶意，只是听说过甘珠家部的传说，对雪豹山神心生向往，所以前来朝拜。守卫闻言，面色渐渐和缓，却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依旧不允许众人向前。神庙今日不对外开放，请回吧。不要这么生硬嘛，好歹本庙也在梦里做过1个月的雪豹山神。你，雪豹山神？没错，这1个月以来，本庙每天都会在梦中变成神庙里的雪豹山神，接受信徒的供奉，所以我们才特意找到这里来的。胡说，我们的山神是威本的雪豹，统御山峦险峰的君主，才不是你这样的肥猫。本庙可不是什么肥猫，这都是坚持吃五花肉才变成的坚硕肌肉。两名守卫耐心告急，再度向众人亮出锋利照亮的猎刀。够了，不许你们再藐视我们崇高的山神，再不退下，我们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住手！一道声音从山坡上传来，身着银白长袍的少女，面容无比熟悉，周身玛瑙一律松弛的珠串琳琅作响。两名守卫立刻收起猎刀，毕恭毕敬地向来人行礼。夜宵？这是夜宵吗？他看起来好像有点不一样。确实是夜宵，但他头顶上的是……不知为何，夜宵头顶伸出了一对毛茸茸的兽耳，身后银白色带斑点的长尾扫过浮雪，看起来格外强悍有力。圣女大人，我们正在驱逐这些冒犯山神的外乡人。不必，他们是我的朋友。说话间，一名小男孩从夜宵身后探出头来，他顶着一头蓬松的银白卷发，暗蓝双眼仿佛纯净的冰霜，映出众人的模样。
既然是圣女的朋友，自然可以信任。一名守卫说着话，见白发男孩仰面看向自己，看来双眼明净澄澈，十分可爱，忍不住伸手去揉他的脑袋。守卫的手掌开碰到男孩的头顶，男孩却骤然变色，凶悍的张口咬向头顶的手掌，喉间发出低沉的嘶吼。守卫悻悻然收回手掌，叶宵则不动声色地牵住男孩的手，将他拉回自己身边。众人连忙跟上叶宵，向山坡上的神庙走去。一股寒风吹过，将2名守卫小声的抱怨送至众人耳边。圣女大人到底从哪儿捡来的小孩？像野兽一样，可真难相处。叶宵，你怎么会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就叫你圣女？而且还长出了尾巴和耳朵，虽然没有本庙的灵活，但也蛮帅气的嘛。面对众人的疑惑，叶宵只是淡淡一笑，指了指身边淡漠果颜的男孩，向众人介绍：我在很多年前见过这里的山神，这次也是受到山神感召前来帮忙。这位是桑萨，也是我在跟朱家部认识的朋友。嘿嘿，叶宵受到山神感召来帮忙，本庙也得到了山神的感召。看来在山神心中，本庙和叶宵一样厉害嘛！哎呦，咚！走在前面的桑萨不知何时停下了脚步，大喵一个趔趄撞在了他的后背上。顺着桑萨冰冷的视线看去，一道约有半米宽的冰裂横亘在众人面前，而在距离冰裂不远的前方，白墙金顶，金幡招摇的神庙正沐浴在金色的晨光之中，散发着肃穆的光辉。哎，叶宵怎么会长出耳朵跟尾巴呢？大喵的话就算了吧，它本来就是白色的，所以也没什么差。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最后一个横裂出现，那个横裂是什么东西啊？裂突兀的横亘在村落通往高处神庙的道路上，像是一道丑陋的伤疤。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先是守卫说神庙不对外开放，现在又是道路上的冰裂。叶宵也提到了山神的感召，山神究竟发生了什么？山神消失了，我在庇护关注家部。一直沉默着的男孩忽然抛出这句话，语气中辨不出任何失望或焦急的情绪，只是在诉说一个事实。众人脚步一顿，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惊讶。消失？不会吧，这里的人那么信仰雪豹山神，他怎么会消失呢？桑萨说的没错，水域族人世代供奉雪豹为山神，香火终年不绝。但从1个月前，山神却突然不再回应族人的请求，神庙里供奉的雕像上出现了裂痕，现在那些裂痕甚至扩散到了周边的山道上。人们对冰裂感到惶恐，担心这是山神抛弃族人，以他们割裂的征兆。1个月前，那不就是本庙开始做梦的时间吗？一行人向叶宵说明了大庙那个神奇的梦境。叶宵低头，仿佛在思考什么，而走在前面的桑萨突然停住脚步，定定地望向大喵。梦里你做山神，开心吗？此时的桑萨虽依旧冷峻，话语里却莫名多了一丝探寻的意味。当然开心了，有那么多人全心全意地信赖本庙，崇拜本庙，主动拿来数不清的好吃的。雪山虽然很冷，但本庙心里暖暖的。不过时间久了，好像就没有那么开心了，供奉越来越多，就变得有些烦躁了。看到那些珍贵的食物，反而还有一些生气。就算是在做梦，本庙竟然会没胃口吃东西，这也太奇怪了。肯定是因为梦里人太多，挤得神庙都做不下去了吧。大喵越回忆就越觉得困惑。叶宵低头看向大喵，
眼目中浮过一丝平静的了然。他摸了摸大喵的脑袋，转头看向桑萨。桑萨似乎对大喵的回答早有预料，暗淡的目光一瞬即逝。他沉默地点了点头，转身继续向着山坡高处攀爬。一阵风过，卷起白雾般纷乱细碎的雪橇，男孩的背影淹没在风雪之中，越发显得消瘦单薄。桑萨始终未停下脚步，落下的脚印清晰有力，一路蔓延向最高处的神庙。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所以那个桑萨究竟是谁呢？该不会他就是山神本人吧？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应该是微光度之。高居崖上的神庙如一座超然世外的孤岛，淡漠地俯瞰着山下的村庄。神庙外的经幡凝结着浅浅一层冰霜，正在日光下缓缓舒展开来。寒风扫过陡峭的山崖，卷起一阵粉雪，瑟瑟敲打着神庙流进的雕花眼角。檐下的铜铃映着日光，被细脆的雪粒撞得铃铛作响。一阵铿然古朴的咕噜声在山谷中悠悠回荡。众人循声望去，看到许多山民正在一位老技师的带领下拨弄手中的铜轮，默默闭目祝祷。那铜轮是什么？那是迷心轮，雪域人相信它能迷进心绪，将自己的祝祷传递给神明。众人走进神庙，才发觉除了当地山民外，还有一众衣着特别的人在附近来回走动，似乎在筹备什么仪式。他们大多穿着红绿长袍，上绣繁复的纹饰，腰间或系着饰颈带，或握着精灵。随着每一次走动，响起清脆的铃声。奇异的木质面具被半推在头上，在阳光下支起古朴的色姿，更增神秘之感。看装束，他们是诺师吗？他们是祭祀起来的诺师，晚间会为山神献舞。山民们怕山神抛下自己，穷尽了各种祭祀仪式，来求山神回心转意。一位身姿高挑、服饰格外华丽的男子阔步走出山庙，青面獠牙的诺神面具将他的面目遮得严严实实。与众人擦肩而过时，诺面男子微微低下修长的脖颈，向腋下颔首致意。周身繁复的红色条绳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摇荡。桑萨士是被青面诺面以鲜红丝绦吸引了目光，竟然调转方向，看着男子走出庙门，蹲坐在廊下。他注视着诺面男子，淡薄伶仃的后背不知觉勾起，像是一头警惕而倔强的小兽。桑萨，他没事的，仪式马上要开始了。夜宵步入神庙大殿，山民们纷纷为他让开道路，如看到救星一般，流露出恳切而河畔的目光。神庙内供奉着一座高大的金属雪豹神像，橡木砌成的神台上满镶珠宝，桌上堆满贡品，其中不乏在雪域最为珍贵的鲜果。一道狰狞的裂缝至威严赫赫的雪豹雕像头顶一直蔓延到足底，神像似乎随时都会彻底裂开。夜宵来到神坛前，拿起供奉在神像前的银质条形轮，那枚条形轮上雕塑着精巧的豹首，用纯净的蓝松石镶出一对九九兽眸。他席地而坐，胸部轻喝，一边轻轻转动手中的条形轮，一边用某种古老的语言凝偶着神秘的祷词。周遭很快安静下来，只剩下夜宵吟诵祷词时悠扬古朴的韵律。神庙内外的山民们在老祭司的带领下匍匐叩首，虔诚默祷。檀香袅袅升起，为整间神庙笼上了一层沉静神圣的气息。夜宵以雪豹雕像的面容在雪雾中隐隐绰绰，
缓诺幻梦。一阵雾气袅袅飘来，陡向在神庙角落观礼的大喵。大喵的眼神逐渐迷离起来，竟然不由自主地向着神坛走去。大喵，你怎么了？大喵缓诺未闻，径直走向神坛，瞄着摊在夜宵手中的条星轮上。刹那间，离心轮停止了转动，千上翠穹被刀锋般的风意卷起，离荡过金山的重岩，以五彩的金帆，荡漾的铃铛声不住地回荡在山谷中。山民们出鹤抬起头，恰好看到阳光透过砖林倾洒而下，金色的辉光为大喵镀上一层朦胧的圣光。他小小的身躯在这一瞬灿若神明。庙内，信徒们起行向前，流着泪触碰大喵镀上金辉的身躯。暖暖和小雪努力靠近大喵，却被人群远远分隔。桑萨不知何时来到庙门前，望着虔诚跪拜的商民们，眼中闪过一丝悲伤。庙外寒风吹卷碎雪，那全身着长衣的诺师遥遥伫立于风雪之中，观摩庙中的祭祀。在他们当中，佩戴轻轨诺面的男子轻轻挥开面具，含笑凝望庙中备受瞩目的众人。一道翩跹蝶影在眼尾倏然闪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个诺面男子该不会是情衣吧？感觉有点乱七八糟啊！大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该不会又会像之前那个神灯这样子，又莫名其妙叫他去帮他……我有点乱七八糟啊，乱七八糟。那么这一次的故事就此结束啦。这一次的故事，大家好，我是暖暖。嗨，大家好，你是暖暖。总之呢，这一次的故事呢，我是觉得呢还挺长的嘛，毕竟是上非凡格，可能故事会长一些。就是不知道这个影片出的时候活动结束了没？已经结束快1个月了。那么喜欢这一次影片的话，记得在下方留言、按赞、分享、出句号，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和打开我亲爱的小铃铛哦。那么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这一次我就不防打了，难啊！